Hello everyone，大家好，我是肉肉，好久没有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 spiritual journey。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面看到一部访问巴夏的影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巴夏这个人？那巴夏呢，他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作他是高维度的存有，或者可以称作他是外星人。他透过一个叫做 Daria Anka 的人来把他要跟地球人说的话传达的讯息来传达出来。那在 YouTube 在网络上面已经有很多他的传达讯息的影片，他在做这件事情已经有40年了。那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会去找巴夏问很多自己人生当中或者在灵性的成长旅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那巴夏这个高维度的存有都可以给大家一个很突破盲点的答案。 I get so caught up in the result or the circumstance, and Yes. I know that you say all the time it's not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bviously not. Yeah. Because what you know to be true, you do. It's in your behavior.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it. You don't have to wonder if you believe it. You just do it. That's when you know something. Right, so then I must not know it. So Correct. And so you can still practice until you do. just practice. Well, you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machine works, so to speak, the machine. The idea will be that you will define these things in a different way that will give you the motivation and incentive to change and to know these things. Because until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way you're focusing on this is actually a limitation, you'll keep doing it. But once it finally sinks in that what you're doing is actually limiting you, then you will break free. 我也会把我看到这部访问的影片的连结放在我的资讯栏里面。那其中一题他就讲到了，就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的目的是什么。那除了巴夏这边讲到，还包括我最近读的一些书，像是与神对话、当下的力量等等，就是各种的这些灵性身心灵的资讯跟书籍里面，其实都会有提到说，宇宙里面没有巧合。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动物、一棵树的存在，或者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跟用意的。巴夏他在这个影片里面，他就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活着，就表示你有你存在在这里的目的。那你不要去反抗宇宙的意志，你不要去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那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生活的目标，或者是没有一个你觉得哇，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那你也不用担心，你总会找到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大约在10几年前，就是2010年左右，那时候我正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潮期。那我觉得同时透过这个低潮期，它也是我灵性觉醒的一个起点。那在那个低潮期，我曾经有想过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我那个时候大学延毕了好几年，然后也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什么真正的工作，然后还在吃家里喝家里。我觉得我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负担而已。那我如果不在了，是不是家人还可以少了这个负担？我那个时候曾经有这个想法，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有一个念头出现，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养了2只猫，就是这个家伙跟另外一只，那个时候他们也还小，然后那个念头就是，如果今天我离开了，有谁会照顾他们？有谁会像我一样的爱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小孩来照顾？就因为这个念头，所以我没有继续往那个方向去走或者去想。所以对我来说，这2只猫，它们不只是一个宠物，不只是所谓的家人。或许在当我决定养它们的那个刹那，或许这就是他们来到我生命中最重大的目的之一。他们拯救了我的生命，即使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让你转念而已，至少我就活到现在了。那如果在那个时间点我没有继续勇敢的往下走，我也不会有现在的自己。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我真正人生的
目标、目的或者什么的。可是从那个灵性觉醒的点开始，现在回头去看10几年前的自己，我们常常应该要给自己很多肯定，就是跟过去的我们比，我们已经成长了那么多，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么多以前我觉得我可能完全不会做到的事情，这样就够了。跟自己比，不要去跟网络上的别人比，或者是你的同学、同事、亲戚的谁的小孩比，都不要。你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只要你今天有做到你今天想要做的事情，你今天有让自己开心，你这个月有比上一个月离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方向的自己更进一步，那就够了。像是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对于就是一个人对镜头讲话会很尴尬的人，那可能很多正在看的观众也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讲话讲得那么没认真，然后还要来拍影片。可是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踏出舒适圈的挑战，因为我有这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所以即使我觉得很尴尬，我还是得试试看。那这样子的挑战就是为了要比之前的自己更好，我不是要做给谁看哦，我只是有这一件很想要做的事情，很想要拍的影片，很想要跟大家说的话，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可以跟自己交代，我觉得我对得起自己，那就够了。如果你还在摸索，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你也不需要去逼迫自己，没有关系，慢慢来。很多东西是时间点对了，它就会到你的生命来，你就会有一个感觉，你就会有一个觉得说，我想要做这件事。巴夏也常在他的影片里面说，你要怎么样知道你正在走在对的道路上，或者是当你要去抉择我该不该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应该要跟随着我们常听过的是 follow your heart， 对不对？就是跟随你的心。那跟随你的心听起来好像有点模糊，有点笼统，就是我的心怎么样。那巴夏他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更能够更好理解，就是跟随着你的兴奋。就是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开心的吗？你是兴奋的吗？你是可以忘我的吗？还是你是觉得说我是因为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才去做？就如果今天有2件事情给你选，2个工作，或者是你要选住的地方或者什么的，你只要静下来，然后想象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样子的感觉，跟做那件事情的时候的样子的跟感觉，哪一个是可以让你感受到我好期待做这件事情哦，那个就是对的方向了。然后在他影片里面还有讲到另外一个，就是 You choose your reality, we choose our reality， 就是我们都在选择我们想要生活的实相，我们都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人生的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灵性界会有讲到很多多重宇宙的这个观点，就是事情的所有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着的。那我们对于事情的想法、情绪、反应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样貌，事情在我们面前的样貌。这也就是所谓的显化吸引力法则。我想要用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来解释一下。就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傻人有傻福，为什么这样说大家有想过吗？我们所谓的傻的人，他的世界不会太复杂，他不会去有太多的心机或是恐惧或者是害怕，或者是用太多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世界，他的生活的实相就会是比较简单单纯的。以我自己来说好了，我是一个不要看我这样子，就是我其实在很多方面是一个还蛮天真的人嘛，就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好人，那我也觉得没有所谓的坏人，就是每个人做任何事情任何选择都一定有他的理由，有他的故事。那这个例子我是想要讲，就是我今年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候，就在我去之前跟回来之后，其实都有在比如说我看到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同事朋友会说，比如说他们去土耳其之后会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比如说都会被诈骗啊，或者是说被逼迫买东西啊，或者是说什么土耳其人就是很无理啊，或者是即使土耳其人自己他们都跟我说，就是土耳其人没有很好，他们对自己人都不太好的。对，没错，我在土耳其旅游的时候，我是有经过看到有商店里面的人就是吵架吵得很凶，就是平常在台湾不太会看到那种状况，就是什么拍桌子叫骂那一种。可是那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所以那就不是我的生命的实相。而且我觉得或许因为我相信人性本善吧，所以我在土耳其旅游的经验我觉得非常的棒。我觉得大家人都很好，人都很亲切，然后非常的友善，就走在路上他们看到我需要帮助，即使他们不会讲英文，他们也很努力的在想要帮忙，这让我觉得很感动很可爱。而且这一路上来我一直在不断的收礼物，就是有其中一天那个时候我土耳其的朋友他想要让我吃看他们那边有一种特殊的水果，可是他不想要就是只是为了给我吃看，万一我不喜欢然后买了一大盘，那怎么办？我朋友就带着我去水果摊，然后问老板说老板我这可不可以买个1-2颗就好了。然后老板人就很好，就是1-2颗那我就送你啊，我们就免费得到了这个水果。当我回想起我看过的那些文章或者听过的那些就是大家在土耳其旅游不好的经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是多重宇宙吗？为什么我都不会经历到那样子的事情？那甚至还有一次是我那时候在伊斯坦堡，那个时候我跑去做指甲，然后帮我做指甲的那个小姐她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可是就做指甲要坐在那边1-2个小时，如果说什么话都不讲很尴尬吧，所以我就用手机的翻译软体跟他聊天，就这样子聊来来回，然后他也用他的那个翻译软体跟我回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往的聊了大概聊了全程。然后其中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土耳其人都很好，很热情，很友善。然后他反而就有点惊讶，他就说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很友善，因为我很友善，然后散发了很好的 energy， 所以让人家会这样子的回应我。他说的这些话就更加强了我对于你创造你生活的实相这一件事的信仰。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的，你就可以做一个实验，你就可以得到论证。就是你试试看，你今天一整天你对你所有遇到的人微笑，然后给他们好的态度，你看你得到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然后你再试试看隔天你对于你看到的每个人都臭脸，那你看看你得到的回应会是怎么样。这也就像是吸引力法则里面说的，就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你要先给出什么。你想要得到爱，你就要先给出爱。那如果我们不先用有色的眼光去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者其他人的话，你自己的心态，你对人的看法跟态度，其他人都是感受得到的。如果你先觉得说这边的人都是骗子，都是坏人，那我相信他们也感受得到的。这种能量上面的东西，潜意识上面的东西，就会影响着别人怎么样去对你。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从明天开始创造你自己的世界。